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回呢，咱们给大伙儿看一个《西游释厄传》群魔乱舞的 Plus 版究极难度啊，也就是最高难度。咱们这个呢可以选择这个通关嘛，可以选择关，就是它第一个关卡呢选择这个老鼠关啊，他选的是龙马精神。这个操作者呢是咱们的这个神猴。这个前面这个英文什么意思啊？我有点不太懂。SOMAUS 神猴啊，他这个名字感觉有点像玩猴的一样啊，但是呢，他这个猴是真的是猴子的猴，不是那个诸葛神猴那个猴啊，就是诸葛正我那个神，不是那个啊，他就是神猴，猴子的猴。但他玩的这个呢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正常来讲呢，咱们打分啊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正常打分的话，理论上来讲呢，群魔乱舞版咱们是有大万的这个必杀的，也就是说有大万的这个超级原神出鞘的。但是呢，咱们刷分呢，你还不能老依靠它，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咱们时间不够用什么的啊。多人配合的话可以这么打啊，可以各种刷分，但是它也不是一个人刷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很难受。咱们这个玩法呢是打分玩法，速度呢应该是非常快，相当于啊，这个有点像速通的感觉了啊，就是两全其美。咱们在选关的基础上，你也可以看到啊，打这个哪个关好打啊，什么这个就留到后面，留到中间印场用，因为比如说给你血呀，给你啥的啊。铁胆神猴，小时候我看那个温瑞安是吧？我就看他那个四大名捕，四大名捕里面我特别喜欢那个追风。结果呢，我看那个电影版的四大名捕啊，给我气坏了啊！感觉好像那个不知道图啥，知道吧？力哥，你别闹了啊！好了，跳起来正摇手，这招呢是传说中的横扫神技，轰妈咪贝贝轰。这招呢打那个老鼠尾巴好使啊，这个老鼠尾巴很多人不会打，追命，怎么变成追风了呢啊？明明是追命啊 ，sorry。一个是冷血，一个是无情，一个是铁手，一个是追命啊！懂了啊！好了，火云刀是天克地下的小老鼠的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就用这个小老鼠啊，然后过关。小老鼠不知道这咋回事啊，这老鼠还啪啪踢咱们，过不了关，内心非常难受啊！追风少年，太狠了啊！这里面呢，咱们就比那个武将版要细腻多了，它毕竟是一个正版游戏啊。你会发现龙马到现在都没有受到伤害了。我要有这个技术真事儿，我能把我能把那个什么柱哥呀啥的这帮人真的，你敢赞助哦，小样啊！嚯！我跟你说啊，难了不会，会了不难嘛。就有人他就是有这个游戏天赋，你狼人这个天赋啊，确实太嘚了啊。我今天说的有点多了，我从下午4点钟就开始一直在语音啊，一直语音到晚上8点钟，然后开着直播，然后我又要播到后半夜，我感觉内心非常的忐忑啊。哎，在线的人啊，站出来，我看看多小个人来看看，下上手。补血啊！你看啊，他补血去了，补气儿啊！咱们可以漂亮，终于是被抠了一下。咱们在补气儿的方面上，你看，哎，他用这个单 A， 他这个单 A 就是可以一直 A 啊，利用看宝剑。我说句实话，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方式？我摁的话，我觉得挺难摁的，这个我觉得挺难摁啊。不是你们既然都在啊，有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说你们不说话啊，有的时候我可能看不见你说话，包括有的人10分钟之前说的话我才看见，我一直怀疑这个弹幕助手是有问题，很皮啊。好了，看看老虎顺身之，这个老鼠会顺，你看老鼠还有腹肌呢，看没见？
大哥，老鼠跑了，你先把师傅救了呀！那师傅被拴着搁那哇哇的，你看不见呢。我感觉这个老鼠都不像老鼠，这老鼠长得像狼，你们没发现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吃满气儿，吃满气儿这个很重要。咱们看这个招啊，赖招。下上升龙可以选择利用这个空中啊，这个选择出这个东西。好的，又打死一个宝，又打死一个小怪。然后呢，咱们可以选择，这个把气儿补满。咱们一个小万就可以练下上手，2个万就可以练元神出鞘啊。好，看看，哇，这一下，看我节目就是为了催眠，不然睡不着。那我干脆催眠好了，对吧？我何必整这个？我就直接每天晚上我就跟你们唠嗑，要不然我去播吃播怎么样？啊，每天跟你们来个吃播啊！小胃王小狼，今天跟你们吃一些，对吧？今天给老铁们吃一些这个怪怪的东西啊！今天我跟你们吃黑暗料理，荔枝梅肉，黑暗料理啊！好了，一个小旋风没死，照射镜，哇，这个节奏也太好了，这个节奏也太好了，我靠！不是，我想知道 ASMR 到底是啥？我在2年前就听说过这个词儿，然后说不让播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说什么意思啊。其实我在线做菜也牛逼的，咱们看看。好的，选择狮驼岭，他先玩这个无底洞，但是你们知道选关是选关，他不能直接他不可能是先选这个火焰山的，他选关呢是不包括火焰山在内的，他要把所有的其他的选一下，然后再说。贤儿，现场给你们做铁板烧吃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我就不知道铁板烧是啥啊，我也不知道麻辣烫是什么，真的。但是吧，吃铁板烧，铁板烧其实现在来讲，其实我们现在的铁板烧啊，跟以前的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吃的铁板烧，就是传说中我们那有一个名字叫下岗工人铁板烧，确实是啊，就是号称是这个下岗了，然后开的饭店啊，然后呢物美价廉啊，为了回馈广大这个广大顾客啊，我们推出了怎么地啊，一盘肉多少钱啊，啤酒多少钱，哎，这个就是烤肉啊，就是烤肉。现在铁板烧都是那日式铁板烧，哎，比如说那种类似于像那种就是那种一个套餐多少钱，然后这个他给你现场给你做啊，各种东西啊。以前喜欢听可爱的埋埋，夜里能听，不让播了。你这个不要触犯咱们国内的法律，很正常。你说你们培养一个女儿，然后来跳宅舞怎么样啊？用80迈的速度跳宅舞啊！来看看，直接封住。一会儿啊，你们看看白象方面啊。刚才有人问那个大鹏鸟在《西游记》里面，咱们刚才老讲啊，就不用多说了啊，这个讲的太木了。其实《西游记》里面呢，你们要觉得你们喜欢哪一个妖怪吧？《西游记》里面，你们觉得你们喜欢哪个妖怪？你们觉得哪个妖怪就是比如说，我觉得他够坏啊，但是呢，他还坏的非常真诚啊。有的人呢，虽然说他是妖精，但是他也是逼不得已什么的啊，就是类似的。你们最喜欢哪个妖精？啊，谈得上妖精的啊，其实严格来讲，孙悟空也算是妖精的。好了，看看大蛇不打了啊，大蛇玉兔精。玉兔精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玉兔精人气很高是吧？其实那个玉兔精它应该是太古时期的这个怪物，应该说就是妖精生物。
他甚至在混沌未开的时候，这个玉兔精就在，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跟盘古一个时期的人啊。玉兔精啊，很多人说啊，那不就是嫦娥身边的玉兔吗？啊，这个就好比它就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些资格非常老的人。好了，咱们已经放密了啊，直接一个灭。金克木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就是有的人呢，在单位里面你会发现他资格特别的老，但是呢，由于不求上进，也没有什么能力，所以说啊。有很多人都超过他，他内心其实是有不忿的，他内心不服的，对吧？这个玉兔精，但是不服也不行，对吧？那就是人在矮人下，对吧？对吧？就好比就像有人说的，是吧？你对吧？你资格老不代表你了不起嘛，对不对啊？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玉兔精内心啊非常的难受啊，他就觉得啊自己混社会混得那么早，结果这个到现在谁都不屌他啊。嫦娥的话啊，按理说应该叫恒娥。好了，咱们看这个小蝙蝠，一个小扇子就扇死了。元神，这元神出鞘这招啊，太狠了，真的啊。然后再就是啥呢？再就是刚才有人说啊，喜欢蜘蛛精，蜘蛛精那是一球的人。哦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能不太相信啊。当然，咱们这个，按照分析来讲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知道蜘蛛精，它，我告诉你啊，蜘蛛精很可能就是前任的那个七仙女儿，就是孙悟空把那7个人定住了，然后跑去摘桃子的那7个人。你们不要以为就是啊。那个你看啊，人成对吧？就是仙女儿是因为人成仙了，对吧？不是的啊，其实有很多天庭上的人，他都是妖怪变的。比如说王母啊，如果是按照咱们这个《山海经》里面讲，王母应该是一个报身的一个妖怪啊，西王母啊，对吧？她是天庭上主管这个蟠桃盛会啊，一些这个后勤工作啊。她虽然说跟玉帝不是两口子，但是。总感觉有2个人怪怪的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大家伙懂就好了啊。就是这个他是吧？他不一定非得是人他成仙了啊，对吧？有时候蜘蛛精就是这个七仙女儿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是啥呢？还有一个咱们说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啊，说那个女儿国。女儿国啊，你们想一想，女儿国是非常诡异的一个地方。我看那个央视版《西游记》，我觉得啊，真的是确实啊，真的啊，就是那太美了啊！咱实话实说啊，就真的就是徐少华就演张辽那个，演唐僧那个啊，再加上那个女儿国国王，他俩，哎呦，鸳鸯双栖蝶双飞。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，学挖掘机哪家强啊？就这种感觉，就是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就太唯美了。等到你看原著啊，经过蛛丝马迹啊，经过这个蛛丝马迹啊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女儿国，我这里面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毕竟啊，《西游记》是小说，咱们不带触犯宗教的，不是说咱们说坏话，因为他的小说里想表达里，我分析一下啊，这个女儿国啊，多多少少有点像那种就是那种既合法又隐晦的这么一个色情场所啊，我分析是这样的，我们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意思，因为呢，你看啊，他们繁殖。都是啥呢？都是这个喝这个泉水。他们其实要男的没有用，他们国家很多人说，其实想要男的，他们国家国境又不封，想要生个男孩子没有多难的。他们为什么没有？很多人说他们这个习惯没有，但是你会发现啊，这国王也有这个想法，对吧？而且国王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啊？他们繁殖说是喝了那个水，然后呢，他们那个地方呢还有一个。堕胎权，这个堕胎权是谁掌管的呢？牛魔王的这个对吧弟弟啊，是算是他弟弟。牛魔王这人很厉害，有很多种产业啊。你看有这个
火焰山啊可以收到贡品啊，他媳妇儿的产业。他自己呢妖界当中混得非常明白啊，这也是他的产业。他儿子在这个对吧，在这个枯松涧火云洞也是有产业的，也是有一帮这个对吧这个小弟。然后呢，再加上他还有玉面狐狸，玉面狐狸是整个妖怪里面最富有的富二代啊。玉面狐狸他爹给他留下了太多的财产，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按照咱们现在理解啊，就是说，就那个玉面狐狸他爹给他留的财产，相当于好比就是你是很简单吧，比如说你是煤老板的女儿，而且是山西最厉害的煤老板，没有之一啊，就这种感觉啊，非常屌啊。不，牛魔王的弟弟不是那个义弟啊。然后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当然啊，说是弟弟呢，也是有别的关系。但事实上，你知道堕胎那个时候，古代的时候堕胎产业啊，咱说实在话，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莆田系的医院，或者说一些非常嘚儿的医院，对吧？搞一些什么男性专科，或者说是对吧无痛3分钟无痛人流什么的啊？为什么要搞这些？他妈暴力啊！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发展越来越快，有很多少男少女啊，经不住这个性的诱惑，对吧？就会发生一段只有成年人才能做的事情，对吧？最终呢，走向了这个黑诊所，因为巨额的这个款他也掏不起。而那个时候，你看堕胎权，你在哪儿你都没见过有这种堕胎权了，对吧？而且呢，虽然说他说，哎呀，是我们师傅跟八戒我俩喝了那个水啊，我记得还有一个动画片。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啊，我也不知道是日本拍的还是哪个拍的。他动画片是这么演的啊，就是说他们西天取经完事之后呢，这个觉得生活比较无聊，他们就每一个人都喝了那个对吧，那个叫子母河吧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河，就是女儿国那个河水，喝完之后呢就生了孩子啊，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，那是个游戏还是个动画片？我记得好像是动画片，好像是啊。对吧？那个堕胎权就是纯垄断行业，所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那个对吧？你会发现那你说在女儿国有这个产业，你们不联想到什么吗？你们不联想到有一些什么事儿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啊，在3界当中啊，女儿国属于什么呢？属于这个神仙，有地位的神仙，或者是妖怪，或者说一些有权有势的，他们家事儿来女儿国干什么呢？你们懂吧？啊，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当然呢，这也是一个猜想，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啊，但是它太巧妙了，你会发现它设计的这些东西吧，真的是很难受啊！它让你感觉到，你比如说你去女儿国啊，所见所闻，对吧？真的是啊，动画片孙小胜、朱小能啊，对吧？我记得有这个动画片是吧？啊，这特别逗啊！就是我跟你说啊，就是因为它是个小说嘛，所以说你怎么联想呢都一样。毕竟呢，这个咱们这个对吧，吴老师他也没有开源说啊，我这个作品我给你讲怎么回事，就包括金老他也没有明确的指出啊某些人的来历，或者说是某些人他武功到底谁厉害，他也没说过。对吧？这也是留给他的悬念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要说名著呢，就是名著。你像他讽刺了一些宗教，讽刺了一些皇帝的这个昏庸，比如说啊，有的对吧，吃小孩心肝，对吧？有的是什么？有的人对吧？这个比如说对和尚不好，对吧？他暗指明朝的那个朱元璋，说朱元璋当过和尚。所以说对吧？有个和尚呢来投奔他啊，他觉得还行，他想挣点面，结果呢，这人一来啊，不分君臣之道，就开始你怎么地啊？朱重八你不是对吧？你以前你怎么都是你忘了啊？这一下呢，这个不乐意了啊，这个说杀也就杀了。所以说呢，你看这个沙和尚，沙悟净沙和尚，就是没办法啊，这个东西就有个国家叫灭法国是吧？是不是叫灭法国？把那个法国给灭了啊，就是法国巨炮什么灭法国是不是？他不就是吗？啊，那种灭法国，还有什么那个剃头的那个啊，你恨和尚，你和尚给头剃了啊。牛魔王的儿子不是牛，就足以证明一切。
我听说那个成也啊，就是那个成也，就赵本山的徒弟，他不拍了一个电影吗？一个网大，然后结果呢，他就把那个太上老君还有那个什么，我个人觉得吧，他确实是有点过了，但是事实上嘛，恶搞嘛，对吧？那也是恶搞，他其实也没有侮辱咱们，就是说这个对吧？道家的这个对吧？咱们的这个道德天尊是吧？咱们说没有，虽然说啊，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，这个宗教啊，或者说一些信仰什么的呢，也确实是华而不实。但事实上呢，恶搞电影了，你像很多人都恶搞过呀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那菩提老祖这个让那个周星驰对吧也恶搞了，对吧？也是那个意思，也不能说周星驰啊，就导演嘛，对吧？编剧，他就那个设定嘛，你怎么说，对不对？而这个结果就被封杀了啊！据说现在好像是挺惨，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我觉得有点封杀的有点过分，人家也没有坏心眼子。再说人家说的貌似有理有据，是吧？你看那个红孩儿他会什么三味真火，对吧？你看看，这样，然后呢，你说你。罗刹女啊，对吧？你比如说，对吧？铁扇公主就是罗刹啊，她也是个妖怪。其实，那你说这个铁扇公主，她怎么就有芭蕉扇呢？对吧？你这个事儿，你想一想，你觉得这个，那你为什么？就是她这个东西，咱虽然说啊，咱没有证据，但是。对吧？我怀疑他的开车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但是咱们可以通过逻辑学来研究一下这个事儿啊，对吧？你看他儿子会三味真火，他芭蕉扇，怎么说？是吧？你这个、改编不是烂编，细说不是胡说，很难受啊。你们想想是不是有道理？很有道理吧啊！铁扇公主叫罗刹女，罗刹是什么意思？罗刹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大家伙罗刹可能有听过罗刹鬼这个说法吧？罗刹鬼就是咱们现在来说就是沙俄人，就当初这个咱们的大清国的人啊，是管这个沙俄的人叫罗刹鬼啊。罗刹鬼的火炮非常厉害，火铳啊非常厉害啊，就是火枪。这个罗刹鬼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叫罗刹鬼啊？就是因为最开始啊，这个沙俄的人呢，就有一些罪犯呢，因为你这个人太危险了，把你当做对吧正常人啊，怕你作奸犯科啊，你这样的吧啊。放你一条生路，你也别死刑，你也别无期徒刑，你也别啥了。你这样的，你去开荒去，跑到那个远东地区开荒，啊，结果呢，刚开荒那些人忍受不了寒冷，也没有对吧？有的时候有人饿的不行了，就吃人，就罗刹就吃人嘛。所以说，罗刹女就是吃人的啊。好了，看看。你们不要那个，好多人说，哎呀，他用的是什么什么啊？本身就是细说，你狼说的就是细说，咱们其实没有证据啊。但是呢，那你说芭蕉扇，对吧？很多事情吧，他也不是说怎么样。你们知道啊，这个三昧真火呢，其实啊，这个三昧真火啊，我跟你们讲，在正常来讲。孙悟空严格来讲，按照原著里不是描写说他是被这个烟熏坏的啊，但事实上你会发现，人与人之间啊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有的时候作者他也有 bug。我们看那个动画片叫什么？我们看那个动画片里面有个动画片叫《火影忍者》，大家伙看过吧？那岸本有好多设定啊，前期的设定后期都给推翻了，他怎么填坑也没法填，也填不上，也就算了，不填了，知道吗？就是再严谨的小说，他最开始他是抱着一个讽刺的目的，不要考虑什么一些细节的问题，而且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也不用说咬文嚼字的说一些有的没的啊。白娘子都会，你他妈的，你咋不说我小狼也会呢？那我写个小说，把我写到小说里面，我还有如意金箍棒呢，我这如意金箍棒重死16000斤呢。我这能30厘米长，矿泉水瓶那么粗的，我说了吗？
有好多人把不同的作品啊放到一块说，那很难受啊。就是比如说拿那个《封神榜》的人，其实你可以借鉴，因为《封神榜》呢，它也是在这个《西游记》之后应该是写的作品，它这个都是借鉴的东西啊。大水怪其实是菜鸟杀手，在我心目当中啊，我认为最难打的 BOSS 啊，当然幻魔是一个啊，我觉得幻魔是一个，然后就是大水怪这菜鸟真的是干不过，而且啊，西游射传 Super 难度里面，这个大水怪就是第3关，你不选关的话，它就是第3关，它不像那个西游射传第1版就第1代啊，它正版1代它是第4关，而且还没有水怪啊，金鱼精就完事儿了。我听说那个白蛇缘起，还有那个叫什么斗破苍穹，是不是？说是国漫非常好的。反正说那个剧情啊，就是我跟你讲啊，真正的电影还是要看剧情，剧情好，有的时候特效渣一点无所谓的。真是，当然啊，锦上添花，那你什么都好，那就更不用说了啊。等我怎么下？你们老嫂现在天天缠着我，那个陪我去看那啥呀？我说看啥呀？他说你陪我去看那个什么呗。我说啥呀？我要看那个精灵宝可梦那个3D 版那个，就是那个宠物小精灵，就是那个皮卡丘啊，大侦探皮卡丘吧。他就是一直说，哎呀，我就想看。我说那行吧，抽时间去看吧啊。我现在连复联都没看呢，真的，我连复联4我都没看啊，太皮了。狐妖小红娘，国漫其实也挺好吧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其实我实话实说啊，你们没发现一件事特别特别的尴尬吗？啊，除了这个动画里的搞笑漫啊，就配音，你会发现日漫的音乐还有配音太顺口了。就是太过瘾了。你但凡动画片一配上国语啊，感觉就有点嘚儿。我实话实说，你比如说我现在最近看那个《名侦探柯南》里面啊，那个国配，我他妈真想把那视频砸了啊！真事儿啊，配音不好配，对吧？尤其是那种中二热血漫画里的中二桥段，怎么配就很难配。你感觉一喊出中国话来，我不是崇洋媚外啊，我实话实说，你们考虑一下，你们想一想，比如说最近我看那个《一拳超人》的第2季，对吧？里面那个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叫金属球棒，对吧？这人就非常的中二，对吧？这人一整就是卡卡地溃那种感觉啊，咱也不知道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你说你要翻译成国语，你想想谁来配音合适，怎么配成什么样子啊？你不好配啊，真的啊。名侦探柯南他中文配音，我告诉你配得很好。700多集以前啊，700多集以后，我真尼玛我服了。你去听一听吧，你听听900多集，你听一下国语配音。当然啊，我听的是优酷的版本，我不知道你们听的哪个版本啊。那个配音我真尼玛我服了啊。圣斗士不是原主的漫画还好点吧？圣斗士其实。圣斗士啊，它不是那种中二了，圣斗士还好吧？你越是那种就是走向现代那种啊，就很难受啊，对吧？就是你比如说，我觉得国配的最好的就是日和漫画，真的啊，日和漫画甚至我怀疑就是我不是说我听不懂日语，我能对吧？我觉得这国语好，我觉得就真的我就是能听懂日语，我也觉得国语好，就那帮人太屌了，老木中阳什么白客这帮人啊。真的是很难受啊！好了，看看台配也一样，咱们说国配啊，说的是国语配音，国语台湾对吧？台湾这个它配音也是国语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看一会儿这个
大池子里的这个大蜘蛛啊，王大锤配音，开场还是赵忠祥。我要是让我觉得就他不真的不好配，有的漫画没法配啊。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什么，你比如说那个进击的巨人，你说你要真的配国语，我都感觉到哇。你说那冰港配还能好点，那三笠怎么配也还能好点啊？艾伦怎么配？来的啊！国语配音，他关键啊，你得走进那个社会，你能理解他的这个方式，你能理解他这个设定啊，就比较好一些。有的时候吧，配音就很尴尬，就像我一直吐槽那个王者荣耀啊什么的啊，就是 First Blood 啊 ，Double Kill、Turbo Kill、Quadra Kill， 就这种啊。你说你一个国产游戏，纯的国产游戏，你们的英雄极少数有日本人，剩下大多数都是中国人，什么中国神话里的妖怪。什么的啊，三国的啥的，你说你那打起来对吧？什么团灭什么 ace 啊，什么，要不然就是什么超神，然后怎么的什么玩意儿的啊？你说我感觉他就是图帅，真的，我觉得他找那个配音，他就是图就是听起来有感觉，就是有感觉，真的。对吧？你们觉得什么意思吧？就是有感觉，是吧？你要真是配上了一血，不是，可能还有别的配法啊。我就先说啊，我的配法就是啊，双杀、三杀、四杀、五杀，就这个啊。你这个你听起来感觉好像真的还有点别扭，我个人觉得我都感觉别扭啊。就好像英语感觉高大上一样，真的是这种感觉。包括这种，你说咱们这里面啊，比如火云刀、赤恶剑，这都是中文吧，对吧？这都是中文吧？你说对吧？然后金刚罩，对吧？这都是中文吧？那你为什么你要让我赶紧走？你就让我赶紧走就完了？为什么是 go hurry up？ 对吧？精神病啊！你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啊？好了 ，power 明明是血啊，一样，力量 ，power 能量。你为什么这个包子？我感觉这一圈包子能加多少血呀？肉包子呀！定住。这个地方能补不少血，看，真的啊！好了，看看进屋，千佛洞里佛法无穷，法贯乾坤大道通，万法原因归一体，什么来通？其实这个是真的啊！你想一想，就是他这个配音，我觉得就是。我还有就是我也说过不止一次了啊，就是咱们比如说唱歌吧，啊，在咱们国家就是比如说普通话就是写词儿写歌词，确实啊就是有很多作词的这个大神啊，这个确实很厉害。你比如说你像周星驰有时候御用作词啊，方文山，我记得以前还有一个叫林夕的是吧啊，也是作词非常厉害是吧啊。这个作词啊，它有一个缺点，就为啥你说咱们中国人嘛写的歌吧，有的时候这词儿吧它就很别扭。你唱歌它必须得押韵，它不押韵它就不好听，没办法啊，你真的得要押，你包括写诗，对吧？你包括写诗，你唐诗，你不押韵，它就你别管你意境多深，它不押韵它就不好听。你像刚才那个什么啊，对吧？刚才咱那个千佛洞里佛法无穷，法贯什么玩意儿的，它不押韵，它就感觉没意思，对不对？歌词也是。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周杰伦，周星驰啊，周杰伦啊，周杰伦不是周星驰，这个都是姓周的啊，有点混了。好了，跳潭里去，对吧？桃花潭水深千尺，
一朵红杏出墙来。押韵这个事儿吧，这你不押韵真不好听。你们可以看看，尤其是传统的这个歌曲，你不押韵真的不好听的啊。周星人，你看这个面它有长有宽，你看这个碗它有大有圆。你们在这里吃饭，觉得饭好好吃，太狠了啊！太狠了啊！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我感觉你什么什么诗，你们记住啊，什么诗它最后就只要是七言绝句啊，只要是七言绝句，什么诗你后面都可以接一枝红杏出墙来的。不信你们试一下，不信你们试一下啊！飞流直下3000尺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哎，你们真的随便试，真的是可以随便试的啊！把余黄来了啊！余黄来了，确实屌啊！余黄不能是待一会儿就走吧啊！不是你们看一下，你们随便你们想七言绝句，对吧？你们想，然后后面跟上一枝红杏出墙来，都能接上的啊！床前明月光是5言绝句，你那是我说7言绝句，你5言绝句，那你对吧？你玩赖那是啊！5言的可以接自挂东南枝，7言的可以接一枝红杏出墙来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举头望明月，下一句是揪干康麦猫，太狠了啊！对呀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不骑王伦送了情，对呀，你随便想这东西啊。小狼解说无限好，一枝红杏出墙来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锄禾日当午，红杏出墙来。是啊，我实话就是，所以说他这个但是他这个也不叫押韵嘛，他这个叫收尾句。你会发现收尾句跟押韵无所谓啊，他1、3、2、4收尾，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啊，小日本唱歌，韩国人唱歌，他们只要有曲儿啊，作词就开始随便了啊，他作词就开始皮了，开始你对吧？他有时候他真的不用押韵，你会发现韩国跟日本歌他不用押韵，他也能唱，而且没有违和感。你中国歌一旦不，咱们普通话唱的歌啊，一旦不押韵，再见了。粤语都牛逼的，真的，粤语都无所谓的，就是普通话啊，真的是不押韵是啊，操，懒子啊！遥知兄弟争高处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改歌春风吹满地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这升龙摇升龙不是无敌的，不是的，它背后可以打你。升龙是可以无限打怪，就这个 BOSS 你可以用升龙无限来打它。幻魔不算啊，幻魔不行，大幻魔可以，幻魔不行。但是呢，你气儿不是无限的呀，对吧？尤其是超级难啊，超级难它气儿啊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，所以说就比较皮啊。说实话，我一直觉得普通话有点嘚儿，我不觉得普通话嘚儿，我觉得普通话真的是所有人都能听得懂，而且特别的简单，特别好学。只不过有一些非常讨厌的，比如说有很多人说啊，广普、什么川普、青普，对吧？青岛普通话，什么大连普通话啊，一说话写瘦的啊。粤语它有9个音。普通话只有5个音啊，粤语据说有9个音阶，然后普通话是，你看普通话的这个是有这个有那个阴平、阳平、赏声、去声和轻声，一共5个音。阴平、阳平，阴平就是1声，就是啊；二声就是对吧？就是阳平就是啊，赏声就是啊。去声就是啊，轻声就是啊，
对吧？啊，对吧？是狠的啊。河南普通话真的难受，有那么难受吗？啊，你看鱼皇一来，这个热度啊，蹭蹭往上上啊，不要脸，感觉鱼皇真的是非常挺啊，多待一会儿啊。这个鱼皇来了不说话，是不是不给面子啊？多多少少。还有那个路飞也是啊，公爵一整来了就不说话，是不是不给面子？好了，看看台湾那个，咱们台湾啊，这个他说的那个国语啊，其实就是我跟你讲啊，他跟咱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普通话也确实不太一样，但是呢，都能听懂，但是你听起来怪怪的啊，啊，你这样好烦哦，那种感觉，就这种感觉让你感觉非常别扭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是来自东北的 Mary， 这种。说实话，我是来自东北的玛丽。黑龙江普通话最标准。其实吧，这个你们看那个因为我就是中文系的嘛，我是中文系的啊，就是我们业内的老师说，他们最开始，他最开始他是哈尔滨那个师范大学毕业的啊，他说啊，这个你还真别说，好多那个凤凰卫视的人，他就来哈尔滨找这个就是主持人，就是学播音的学什么的啊，就来这儿来找，然后去那边去工作。然后凤凰卫视呢，其实在咱们现在啊，它不是因为香港回归了嘛，你也知道的啊，所以说他现在也有这个不是说非得在哪工作的问题了啊，但是就这个情况，就是说他觉得啊，中国有2个地方，一个是河北的一个地方，还不是肯定不是石家庄，也不肯定你不是石家庄保定口音，那肯定不是那种，是承德不是哪我忘了啊，反正说那个地方的这个学校能培养出来普通话1级甲等特别牛逼的。啊，然后再就是哈尔滨1级甲等，1级甲等吧，很多人都说啊，这就是俗称1甲。我们普通话有证嘛，对吧？你狼就是没有1甲，1甲吧，它特别难在不是难在你说话就是怎么样啊？你必须得去申报它，你国家才能颁发给你1甲的，你省里面只能是1乙，是吧？就是所以说1甲特别值钱。就是我们老师说，你要是牛逼，你能考上普通话1级甲等。那你基本上你到哪个电视台你都可以，你说拿这个证，你说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，我不知道，我这有个1级甲等的证。好了，再见了，兄弟啊，来吧，上班什么时候来上班？来说吧，就这种感觉，知道吧？这个 AD 不无耻，大哥，你们在逗我吗？这个，我靠，你们好像在逗我。本身啊，这个追地这招就是咱们这个版本当中的特点啊，就是这个特点。余黄说：“我无厌了。”对，一个是承德啊，一个是哈尔滨。其实东北啊，为什么黑龙江好啊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可能不相信，没办法逼的。黑龙江为什么好呢？因为黑龙江是整个这个东北啊，应该说是当年这个对吧？咱们说有这个你看上山下乡，对吧？就是你像我大娘，她就是从这个浙江去这个黑龙江的。然后我姥姥呢，对吧？闯关东，从山东去的，还有很多人有这个河南的，有对吧？有川的啊，有川蜀的地区的，还有云贵地区的，好多人呢去我们那边就是开发大东北嘛。那么这个方言、那个方言、那个方言、这个方言，干脆算了，都学普通话吧。而且你也不用学，除了本地坐地户的东北话之外，学校他就最开始学校就是用普通话教的，他没有说用东北话教的。我们从小的老师说的都是普通话，没有说一上课这样的。来，大家伙都坐好了啊。那小狼那逼崽子哪去了啊？没来吗？给你妈给我找来啊！一天天来的啊！来，那隔壁老王呢？老王他家孩子给我说来，作业交没啊？作业交没交？昨天告诉你啊，英语考了40多分，不好好学。给我回去背单词去啊！来看看那小子，那小子解瘦那小子啊，好好的你给我晃悠啊，哎，就这个，你这个他没有这么教的，都是好好的老师，真的啊。小狼会唱粤语歌吗？不会，粤语歌我全靠蒙，我就是看那个真的是钢铁锅，什么含着泪修瓢锅啥的，我就是那么唱。那我看你，包括你，我喜欢古惑仔的歌啊，我就
我就是真的就是凭感觉唱啊，我感觉他是这么唱的，我就这么唱，爱咋咋地啊。定，好了，这都变成自己儿子了，我也是服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好了，看看这个，目前咱们可以看到已经是600多万了啊，打分啊，600多万的分数。原神出鞘打分确实快。青狮王，你给学生上课1级开始甩方言啊，为人师表啊，一定要普通话教学的兄弟。我最狠的是我小姑啊，我小姑是东北人。其实我爷爷家这边啊，他是真的是东北人，就是你追溯到我老太爷的，就是我老祖的我老太爷的父亲，他就是已经是哈尔滨的双城县，再往上是辽宁的这个一个地区叫整白14屯啊，一个小屯子。这么说吧，那就是东北人。所以说我姑呢，按理说也是东北话，但是我姑是人民教师啊，她是这个好像是东北一个师范大学，我忘了是哪个师范大学毕业的。然后她去浙江教书嘛，现在还是老师嘛。然后呢，她去完浙江之后一回来，或者说我们去杭州一找这个我小姑一说话都是那种感觉啊，那种浙谱啊，就是一说话都是什么什么的啊，这个东西好好吃的啊，就后面必须得加个的，我不知道为啥啊。就得加个的，不加的说不了话。那什么什么的啊，咱们这个版本啊，原神出鞘比较狠，600多万就是不是怎么刷？你看这一个原神出鞘，4个怪，680万了吗？啊。然后皮革厂倒闭了。普通话吧，其实你说的好不好，我觉得不重要。你像我当时普通话，我特想考，后来我也没考好，大家伙都了解。主要是因为我文化程度不够，真的，我老错别字啊。实话实说，这个大伙就别笑话我，我有时候错别字特别重。我就老那个真的那个就接受我考试那个人，还有录音嘛，他就瞅着我就乐，一个老太太，估计得有个53、54岁了，就应该是已经就马上就其实正常应该退休了，但是没退，也不知道为啥没退啊。那老师瞅着我就乐，他说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啊，我是真的发现你这个孩子啊，你说这个我上大学嘛，对吧？我说你这个孩子啊，你真的你说话真的是非常富有感情，而且发音也很准确。其实真的啊，你对我给你的感觉特别好，但是你这错别字也太多了，你这字儿你都不认识啊，你这字儿都不认识。我说那咋整？他说你咋整？你考普通话，你不认识字儿，你还考什么普通话呀？啊，你下回的吧，我就下回考了，很嘚儿的啊，这都实话的啊，都是啊。哎呀，不要说错别字啊，你们不经意当中也有错别字的啊，这个没办法，有时候实话说，他不光是错别字，他不是错别字，他说你不认字儿，就这个字儿它原本不是这个发音，然后你非得这么念。我经常有那个整的就是怪的，对吧？我记得有一次我最狠的一次就是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，对吧？大家伙儿我想问一下啊，咱们管这个什么？咱们管这个，比如说咱们在大草原上，然后这个放羊啊，咱们放羊放牛什么的啊，咱们办了一个场子，这个场子叫什么场？兄弟们，这个叫什么场？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场，真事儿的啊！一个定，这不就是神仙比的定吗？啊！好了，看看，对，是牧场，什么牧场？什么牧场啊？是吧？江南皮革厂，你说是畜牧场还是畜牧场？哎，操，这个东西懵了啊！当时我就懵了，当时我就爆炸了啊！脑瓜子嗡嗡的啊！你看，是畜牧场还是畜牧场？来，你看啊，弹幕，哎，别告诉我弹幕现在不知道了啊！
是畜牧场还是畜牧场？来，那应该怎么说啊？应该怎么说？好，大家看看幻魔，幻魔没有办法利用下上啊，这个打不了多少血啊，打完之后啊就取消加湿器。储牧场不是，咱就说这个意思啊。有时候对吧？你狼哥有时候也挺逗啊，各种那啥啊，是不认字儿啊，对吧？你像那个刘大叔题干，对吧？对吧？我给你写个词儿，对啊，那对吧？那人上去特别有派，一上来我说这啥这啊，吃好喝好，喝好吃好啊。念呐，他不认字儿啊，不认字儿，给你写啥呀？来看能不能卡住蝎子啊？咱们看一下，卡蝎子应该是没卡住。咱们看一下，哎呦，卡住了！哟，漂亮！宝塔镇河妖，蘑菇放辣椒，大宝塔啊，玲珑宝塔13层，13张高珠，52条腿。一个兵，玲珑塔玲珑宝塔第3层，来看看，我们这都叫处，你要说叫旭，直接挂你电话。圈猪圈知道啊，别的咱就不多说了啊。哈都肯哦，搜波肯，照射镜。玄冰斧，好了，直接遁入幻境，然后灭，不灭吗，兄弟？吓我一跳啊！这大眼珠子，感觉这幻魔一个大眼珠子长了2个小眼珠子，也是醉了啊！灭，加气儿。你们觉得？到底是念一骑当先还是一骑当先啊？是念坐骑还是坐骑？对吧？好了，血杀，直接血死，唐僧跑出来，每天都要救唐僧90多遍，这唐僧每天都要变成幻魔的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神猴给大家伙打的这么一个视频。